英国探险家斯坦因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战争肯定有高仙芝和吐蕃打的这场。他甚至把这场战争和汉尼拔、拿破仑的知名战役并称，甚至认为比他们都伟大。当时的战场正好处于中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交界地带，道路非常难走，都是雄伟的、没有路的山峰和河谷。而盛唐名将高仙芝就率领军队在这样的地方硬生生地找了3条路，进行了一次非常伟大的远征，从中国境内库尔干经过帕米尔地区，经过阿富汗瓦罕谷地，最后奇袭了位于现在巴基斯坦境内的小博律。但从更高的历史维度看，这场世界上最伟大的战争却是在为接下来的另一场空前大战做铺垫。达罗斯之战是唐玄宗时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一次直接军事冲突。这场战役发生在公元751年，它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这也是一场世界上最强大文明间的碰撞。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亚历史的发展，更在客观上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大战发生前，西欧正处于黑暗中世纪，基督教会利用宗教意识形态钳制一切思想发展，而同时代的亚洲地区却已经产生辉煌灿烂的文明。唐帝国在几代君王励精图治后已经步入巅峰，中东地区阿拉伯帝国也进入阿拔斯王朝时期，横扫区域群雄，所向披靡，扩张矛头指向东方。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天宝早期，国力鼎盛。虽然此时唐帝国也进行过多次对外用兵，但整体而言，大唐以外皆是蛮荒，吸引力并不大。军事行动多是因为周边民族屡屡进犯边境，并经常进行大规模屠杀、劫掠和骚扰，出于稳定边疆、维护国家尊严的目的才大举兴兵。高宗年间，东西突厥、韩国这2大外患先后被大唐所灭，一众西域小国在此后几十年间逐渐内附。唐帝国以此为基础建立安西4镇，龟兹、疏勒、于田、燕齐，都护府坐落于龟兹。尽管正统世界史学家对安西都护府辖境主权存在很大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直到天宝年间，这一带始终处于中华文化圈内。再来看阿拉伯帝国，自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以来，穆斯林已经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非3大洲的空前帝国，其西部几乎控制整个北非和大部分西班牙地区，其东部则占领西亚大部分地区并染指中亚。8世纪初，阿拉伯帝国东方最高长官哈贾吉本优素福派出手下将领穆罕默德和古泰白伊本率军向东扩张。曾有传说，哈贾吉本优素福允诺，谁先征服中国，就任命谁做中国最高军事长官。于是，穆罕默德攻入印度，古泰白伊本则负责征服塔哈斯坦、布哈拉等大片中亚地区。但开元3年和5年，阿拉伯帝国对安西4镇发动过2次试探性进攻，均被击退。此时，由于唐帝国主要军事力量被吐蕃牵制于青海地区，阿拉伯帝国便趁机在西域大力扩展影响力。西域诸国原本大多信奉佛教、祆教等宗教，对伊斯兰文化入侵十分排斥，但面对强悍的穆斯林军队，他们无力与之抗争。于是，不少国家向唐帝国求援。天宝初年，吐蕃以武力迫使小博律与之联姻，此举迫使西北20余国臣服吐蕃，中断对唐纳贡。当时，李唐朝廷曾3次派出4镇节度使田仁丸讨伐，但均未成功。到公元747年，唐玄宗任命高仙芝为行营招讨使，率部骑1万远征。高仙芝从安西出发，仅用100余日便到达连云堡。连云堡地势险要，还有万余土番兵防守，易守难攻。但高仙芝从容指挥，唐军作战神勇，半天时间便拿下该城。此后，高仙芝率兵继续深入，越过坦居岭，进入阿努越城，彻底占领小博律国，活捉小博律国王和吐蕃公主。此役后，高仙芝被提拔为安西4镇节度使。公元750年，高仙芝再度奉命击破车师，俘虏其国王。这2次远征使高仙芝在西域获得极大声誉，也标志着唐朝在中亚扩张达到顶峰。几乎同时，阿拉伯帝国内部发生政变，阿拔斯王朝取代了倭马亚王朝。初步解决吐蕃方面威胁的高仙芝，又计划利用大食内部不稳这一机会，逐步恢复唐朝在岭外地区的控制权。公元750年，
唐朝统治者以西域藩国十国无藩陈李为由，派高仙芝领兵征讨，十国投降，高仙芝允诺和好。然而战场之上怎会放弃战机，更何况两军实力相较如此鲜明。不久，高仙芝又攻占十国，并劫持十国国王。公元751年正月，高仙芝入朝，将被俘国王献于玄宗面前，并因战功授又羽林大将军。侥幸逃脱的十国王子遂向阿拉伯帝国求救，于是大石计划派出援军袭击唐朝安西四镇。得到敌军这一消息后，高仙芝决定先发制人，主动进攻大石。高仙芝随即率领大唐联军长途奔袭，深入阿拉伯帝国边界700余里，最后在达罗斯与大石军队遭遇。唐帝国要掌控中亚，必须击败阿拉伯帝国，而阿拉伯帝国要在中亚扩张，则必须打败大唐帝国。双方历史性碰撞就此展开。由于双方记载过于简略，导致此战在历史上一直显得扑朔迷离。1000多年来，人们对这场战事的规模、过程更是充满争议，莫衷一是。但从各方面流传下的史料以及遗址来看，大唐在这场战役之中败北，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场战役很有代表意义，算是盛唐少有的败仗。甚至有人说，大唐盛世毁于战争，毁于安史之乱爆发3年前的达罗斯之战。但正如一句古语所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唐王朝就此走向衰落，但对整个中华文明而言却是一次重生的机会。达罗斯之战后，安西都护府精锐兵力虽然受到一定损失，但主力并未受重创。再加上盛唐时期国力惊人，仅2年后，安西节度使封长清便于天宝12年进攻吐蕃属国大伯律。史书记载大破之，受降而还。可见安西都护府实力已无大碍。反观大石，达罗斯之役后不久，阿拔斯王朝的开国功臣阿布穆斯林就因功高震主被谋杀，手下大将齐亚德伊本萨里也被处死，由此引来大规模叛变。阿拔斯王朝忙于平乱，在达罗斯之役后便没有对大唐乘胜追击，只是巩固在中亚的统治。但彼时的大唐帝国也是内患不断，很快爆发的安史之乱导致李唐王国在不断内斗中国力严重消耗，以至于应接不暇的大唐只能放弃在中亚的权力扩张。最终，两大帝国历史性直接军事对话至此结束。对于这场战争的认知，中外学者至今没有统一意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达罗斯之战，阿拔斯王朝认识到唐帝国战斗力之强悍，所以其对进一步向葱岭东部扩张一事开始表现出谨慎态度。这就为中华文明争取到一个相对缓和的外部环境。相较而言，其他古代文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比如埃及地区作为古埃及文明发源地，然而今日除却漫漫黄沙中耸立着的金字塔与残破不堪的狮身人面像，古埃及文明已经成为一个名词，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再比如伊朗高原曾经是波斯帝国核心地带，这一文明也已经被今天的伊朗人遗忘，难觅踪迹。还有伊拉克地区4大文明古国之一巴比伦即诞生于此，其在科技、艺术、经济等方面都曾达到人类文明的巅峰，两河流域也一度由楔形文字所颂扬。但今天伊拉克人只能将楔形文字典籍视作天书加以仰望。这一系列古老文明的远逝都不得不使人将目光投射到彼时迅猛扩张的阿拉伯帝国。试想，如果没有达罗斯之战，阿拉伯帝国很可能举全国之力东侵，因为数百年后其传承者帖木儿帝国就曾试图入侵中国明朝内地，完成阿拉伯帝国时期未能完成的愿望。可天佑中华，帖木儿突然病逝，东侵计划就此搁浅。如此看来，达罗斯之役最后的结果虽然是一时战败，但名将高仙芝重创阿拉伯联军，亮剑中亚，也无意中保卫了中华文明。